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进行谣言的追踪。昨天呢，我们报道了 Moderna 公司，那么早在1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新冠疫苗的研制，原因是他们看到了中国政府发布的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然后看到跟中东呼吸综合症呢非常接近，所以呢，凭借着他们以往的研究基础呢，他们迅速转到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上来，并且很快呢就开发出了新冠疫苗。在3月16号呢开始了进行了第一次的人体注射。那么今天呢，就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说这个 Moderna 公司呢开发出的疫苗初步显示出来比较阳性的结果。那么受此影响呢，这个美国今天的股市大涨，道琼斯呢，增长了900多点。那么这个新闻我们初步先看一下。那么它的在今天有广泛的报道说 ，Moderna 公司的COVID-19 疫苗呢显示出希望。那么这是呢，因为它是在它初步报告了它的第一期就 Phase 1它的研究的结果。那么从3月中旬开始，对健康人类志愿者进行测试。那么 Phase 1如果大家不太清楚，实际上就是一般药物的研发呢，通常分为3个 phase， 基本上大致上分为3个 phase。Phase 1主要是针对于在这个药物的安全性方面。那么药品的研发呢有多个阶段，包括前期实验室，然后在动物模型之后到人体实验。那么具体到人体实验呢，包含的1期、2期和3期。那么第1期呢，主要是药物的安全性。那么第2期呢，看看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的话，那么再扩大到第3期，3期就包含更多的人。那么2期呢，主要就是在小范围的人身上试一下。那么现在他们进行的是1期临床实验。那么其实呢，更关注于这个疫苗的安全性。所以呢，他说第1期研究并非旨在衡量疫苗的有效性，而主要关注安全。尽管如此呢，他们还是发现似乎疫苗呢开始可以吸引和唤醒人体的免疫反应，从而防御这个新冠病毒。那么他说在来自8名参与者的抗体中，似乎在实验室中那么在中和了病毒。那么他说呢，因此呢，他们觉得这个根据1期的结果，觉得比较令人鼓舞根据这些结果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也就是 FDA 批准了第2阶段，那么大约将招募600名健康志愿者，然后进行有效性的验证。如果说有效呢，会进行第3期那么更大规模的临床实验。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那么希望呢，他说即使这样的话，那么最快的话也可能只能在明年初才能产生疫苗。那么如果说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情况下，那么这是对昨天的一个补充。那么刚刚出来的一个新闻。那么好，我们接下来就看第2个所谓的重磅信息。那么我不知道，如果这篇真是周小平说的，那么我们就说第2个所谓周小平说的重磅信息。他就说，最近曝光的一组视频显示，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以后，2个工作人员，那么他们没有一直在录影，他们以为关闭了这个摄像机已经关闭了，所以他们记录下他们的谈话。然后呢，有2个人就在互相聊天，然后一个说外边的疫情似乎很严重，但是我们都不用担心，因为毕竟我们都打过疫苗了。然后呢，视频曝光以后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内的很多人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证据，说这是你看你们美国不小心又说漏嘴了，你们都已经打过疫苗了。说明什么呢？说明病毒暗含的意思就是病毒就是从你们那儿产生的，你们早就打过疫苗了，你们有阴谋诡计。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这个所谓的重磅信息进一步的剖析一下。那么在这儿其实呢，针对这个广泛流传的这个信息呢，已经有网站做出了回应。那么我想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那么这个视频。 What's up, Johnny? All right, man. Where do you go, babe? You can take off the mask, Doug. The
Case fatality rate's like 0.1 to 0.3 according to USC. Is it really? That's reassuring. USC. Everybody here's been vaccinated anyway. USC and LA County Public Health come out with a study. They found that there are 7,000 cases in California, but they reall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anywhere from 221,000 to 442,000 people who were infected. Really? Yeah. So that makes it 0.1 to 0.3? Does a study to give out weight to it? Yeah, just give it to them. So it suggests that the case fatality rate is about 10. It seems to be. Wow. Which puts you right in line with the flu. Yeah, exactly. Yeah, that's what it is. So it's a hoax. 这个网上的谣言呢，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两个人的谈话无意中泄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也就是所有人都已经打过疫苗了。那么真相是什么呢？所以说，他说这两段，一个是福克斯新闻社首席白宫记者约翰罗伯茨和纽约时报摄影师道格米尔斯之间的交流。那么在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周一举行的简报会之前，罗伯茨呢向米尔斯介绍了南加州大学和洛杉矶大学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呢，在视频中，米尔斯向罗伯茨打招呼说：“嘿，你知道吗，哥们儿？”他说：“根据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结果啊，你可以脱下口罩了，不用戴了，你死亡率非常的低，才是0.1到0.3%，% 0.1到0.3%。也就是说，他说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这个南加州大学于4月10号到11号进行的研究统计，那么该县其实也就是郡，美国的郡。800万成年人口中，约有4.1%的人对病毒具有抗体。如果说加上一个误差调整，那么感染率呢大概是2.8%到5.6%。然后呢，接着呢，他们就开始开了这样一个玩笑。就说，我们都不用担心了，大家死亡率这么低，不用担心，其实也无所谓，反正我们都打过疫苗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玩笑。那么接着罗伯茨呢，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对此进行了澄清。那么他说呢，这是一个具有讽刺绞刑架幽默，因为他和这个米尔斯是朋友。米尔斯每天都戴着口罩，所以呢，他就这样进行一个幽默式的一个大家互相交流。什么叫讽刺绞刑架幽默呢？那么原文呢，它是一个叫 sardonic gallows humor。那么这是一个美国的说法。那么 sardonic 其实就是愤青式的。那么像我们中文说的愤青式的。那么绞刑架幽默是美国一个比较美国文化的一种。那么这是一个它的定义。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幽默是什么呢？它是拿着一个具有对这个威胁生命的灾难性的或一个特别可怕的情况，拿这个来开玩笑，这是叫 gallows humor。那么所以呢，他就说一个愤青式的对这种具有灾害性的或者可怕的场面来进行一个幽默式的说法。那么这就是所有这个所谓的阴谋的真相，其实就是两个好朋友之间互相开了一个玩笑，一个人觉得这个挺愤世嫉俗的，愤青似的说，不用担心，我们都打疫苗了，然后呢，被别的人曲解成美国暗含着一个巨大的阴谋。那么其实呢，任何一个，正如我刚才说的，如果你对美国文化有所了解，你会对他们的这个交谈的语气，你从他们的交谈语气中，你就应该感受到，这其实就是一个玩笑。那么这就是所谓的重磅第2条的全部真相。好，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